小暖。薄薄，它不止可用，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恐惧往往来自无知。当年我研究那些会发光的元素，人人都觉得那是神秘又危险的东西，但我选择走进去，理解它。你们的 AI 也一样，与其站在门外害怕，不如走进去，看清楚它是什么，能做什么，又有什么极限。理解是化解恐惧唯一的路。科技、创新、娱乐，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。嘿，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？Hello，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君，宝博士。今天这位来宾是人类史上第一位拿到2座诺贝尔奖，而且横跨物理与化学2个领域的传奇。我们用 AI 的力量把他请来了，居里夫人玛丽居里。这里先说明，夫人的声音是 AI 演绎，不是本人哦。谢谢你，宝博，能在2026年用这样的方式再次说话，对一个老科学家来说，本身就很了不起。我听说你们现在有一种会自己学习的机器，很多人似乎既着迷又害怕它。您说中了，现在很多人对 AI 就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夫人，您有一句话我从小记到现在，生命中没有什么值得恐惧，只有需要被理解的事。面对一个这么强大又陌生的 AI， 这句话还可用吗？薄薄，它不止可用，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恐惧往往来自无知。当年我研究那些会发光的元素，人人都觉得那是神秘又危险的东西，但我选择走进去，理解它。你们的 AI 也一样，与其站在门外害怕，不如走进去，看清楚它是什么，能做什么，又有什么极限。理解是化解恐惧唯一的路。理解是化解恐惧唯一的路，这句我要抄下来。不过夫人，您走这条路其实非常不容易。您是女性，又来自被占领的波兰，当年连大学都不能念。是的，在我的家乡，女性不被允许上大学。我和子子约定，我先去当家教赚钱供她读书，等她成了再回来供我。后来我一个人到巴黎，白天在冷得结冰的阁楼里念书，饿着肚子，但我从没觉得苦，因为我终于能学习了。所以请告诉台湾每一个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的孩子，挡住你的从来不是你的出身，是别人替你设下的天花板。夫人，我现在是台湾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，这段话我一定会带进国会。在巴黎，您也遇见了人生最重要的伙伴皮耶居里，你们一起得了诺贝尔奖，但他后来却意外过世了。皮耶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的实验伙伴。1906年，他在雨中被马车撞倒，就这样走了。那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但索邦大学把他的讲座交给了我，我成了那所大学第一位女教授。我把悲伤埋进工作里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停下来，就等于连我们一起相信的东西也一起放弃了。有些路给替2个人走下去。替2个人走下去，夫人，我听得眼眶都热了。我还很好奇，您发现了雷，这在当时价值连城，您却没有申请专利，把方法公开给全世界，为什么？因为雷属于全人类，不属于任何一个人。如果我申请专利，它会变贵，变成少数人的东西，很多病人就用不到。科学家的发现应该像空气一样自由流动。波波，我听说你们现在也在吵 AI 和知识到底该不该被少数公司垄断，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。夫人，您根本一针见血。我在推的 AI 立法核心之一就是别让 AI 笨成少数人的特权。但也有人担心全部开放会不会失控？您怎么看开放和安全之间的拿捏？这是个好问题，而我是用生命学到答案的。当年我们不知道辐射的危险，我把试管放在口袋里，
还觉得那蓝绿色的光很美。到今天，我的笔记本还带着炉舍，得锁在联合里。所以我要说，知识可以开放，但一定要同时理解它的风险，建立防护。自由不等于不负责任，你们面对 AI 也是一样。您是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创新要配上安全这个教训，这也正是我在推核能与辐射安全立法时一直放在心里的事。那你走在对的路上，别忘了，同样是辐射，它夺走了我的健康，却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我做成了移动式 X 光车，开上战场，救回无数士兵的性命。科技本身没有善恶，是我们怎么用它，有没有为它负责，决定了它的价值。夫人，聊了这么多责任与代价，我想问一个比较纯粹的问题：这一路这么苦，是什么让您一直走下去？是美。我始终认为，科学里有一种伟大的美。一个研究者在实验室里，不只是个技术员，更像站在自然现象前的孩子，觉得那一切像童话一样神奇。我常说，要少一点对人的好奇，多一点对想法的好奇。你若爱的是那个问题本身，再苦都走得下去。少一点对人的好奇，多一点对想法的好奇，这根本是送给每个科学阿宅的座右铭。而且您的女儿 Irene 后来也走上了同一条路。是的，我的女儿 Irene 后来也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。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自己的奖，而是我证明了女性可以做科学，而且能把这条路传给下一代。一个人的成就会过去，但你点燃的好奇心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一门两代，3座诺贝尔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夫人，最后我想请您给2026年正在被 AI 盛极、有点焦虑的人们说一句话。我会说，这一生对谁都不容易，但那又如何？我们必须有毅力，尤其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要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为了某件事而来，而那件事无论多难，都值得你去完成。不要害怕这个新时代，去理解它，然后用它让世界更好一点。要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为了某件事而来。夫人，谢谢您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不只上了一堂科学课，更上了一堂勇气课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君，宝博士。如果你也被触动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在恐惧之前，先去理解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